你是不是也曾经在人生最顺利的时刻，反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空虚和迷茫？你拼命打下了属于自己的江山，习惯了每天跟生活冲刺，但当一切慢慢稳定下来之后，你却发现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。我们常常以为最大的挑战是外面的风雨和敌人，但事实上最难打的一场仗，往往是在平静的日子里，如何守住自己的心，不让自己随波逐流，失去初衷。今天这章经文要带你去看一位经历过无数生死大战的老将军，如何在临终前把他一辈子最精华的得胜秘诀，化作最深情的叮咛，交代给我们。欢迎来到玛纳随机包，每天一包，慢慢把圣经吃完。如果你认同我们传递真理的理念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或者透过说明栏的奉献连结支持我们。你的每一份小额奉献或会员支持，都能让这份属灵的粮食持续制作下去，陪伴更多在黑暗中寻找光的人。接下来我们要读的约书亚记第23章，是一篇非常感人的告别演说。当上帝使以色列人享太平，约书亚也年纪老迈的时候，他把所有的领袖和长老召集到面前。这位老将军没有夸耀自己当年有多勇敢，也没有交代什么军事秘诀，而是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那位为他们征战的神身上。等一下，让我们一起进到经文里，去听听老领袖在生命的最后关头，到底留下了什么样振聋发聩的忠告。现在让我们带着专心爱神的心，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第23章。此后很长时间，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四境太平，没有战事。约书亚年事已高，他招来全体以色列人，包括长老、族长、审判官和官长，对他们说：我已经老了，你们都亲眼看见你们的上帝耶和华怎样为了你们而对付列邦，亲自为你们征战。从约旦河到西边地中海的这片土地，无论是已征服的还是没有征服的，我已经用抽签的方式分给你们各支派做产业。你们的上帝耶和华必把列邦从你们面前驱离赶走，让你们占据他们的土地，正如你们的上帝耶和华的应许。所以你们要刚强，谨遵摩西律法书上所记载的一切，不可有半点偏离，不可与你们中间剩下的异族混杂，不可提他们的神明或凭他们起誓，不可供奉和祭拜他们的神明。你们要一如既往的依靠你们的上帝耶和华，因为他为你们赶走了强大的外族人，至今无人敌得过你们。你们一个人能打败他们1000人，因为你们的上帝耶和华照着他的应许为你们征战，所以你们要特别谨慎，爱你们的上帝耶和华。如果你们悖逆，跟你们当中剩下的异族人联合，通婚往来，毫无疑问，你们的上帝耶和华必不再为你们赶走他们，相反，他们还要成为设在你们当中的圈套和陷阱，你们的肉中刺，眼中钉，直到你们在你们的上帝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这块美好的土地上灭亡。我快要走完人世的路程了，你们深知你们的上帝耶和华赐给你们的一切美好应许，没有一句落空，都已经应验了。正如你们的上帝耶和华已成就他应许给你们的一切福气，他也会照样降各样灾祸给你们，直到把你们从他所赐的这美好土地上毁灭。你们如果违背你们的上帝耶和华吩咐你们遵守的约，去供奉祭拜其他神明，他必向你们发怒，使你们在他所赐的这美好土地上迅速灭亡。听完第23章，当你听到约书亚一遍又一遍的叮咛百姓要分外胆壮，谨守遵行律法，切不可与这些国民妥协的时候，你心里有没有涌现出一种被深深警惕的踏实感？约书亚看过太多的兴衰起伏，
他非常清楚，以色列人最大的危机从来不是外面的敌人有多强，而是他们在过上好日子之后，心开始松懈，开始跟世界的价值观妥协。这精准击中了我们在日常生活里的属灵状态。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，就是在生活趋于平稳的时候，放任自己去跟世俗的风气妥协，可能是一点点价值观上的随波逐流，或是一点点对信仰的冷淡，结果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原本的平安与力量。在这里，上帝要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昌盛与得胜来自于你对神的专一与坚持。约书亚提醒我们，过去能打赢那座巨大的耶利哥城，是因为神为我们征战。那么未来想要守住这些福气，同样需要我们紧紧地扣住神。只要你的心不偏离，神就必定会为你撑腰到底。神要借着这个故事提醒你，别在平静的日子里睡着了，承认我们自己的意志力非常软弱，把心思意念和对未来的安全感完全交给神。当你愿意在日常的每个小选择里坚守对神的专一与爱时，你会在动荡的世界里活出最沉稳、最不受撼动的真正安息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用约书亚临终前的叮咛来提醒我，生命中最宝贵的不是外在的成就，而是一颗始终对你专一、不跟世界妥协的心。求你赦免我，常常在生活平顺的时候就放松了警惕，任由世界的风气和自己的私欲来影响我的选择。主啊，我今天愿意做出调整，我宣告我不要当一个随波逐流的妥协者。求你赐给我分外胆壮的信心，让我在每个日常的脚步中都能紧紧跟随你，在你的爱里享受永不动摇的安息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如果你也渴望停下随波逐流的妥协，在神的真理中得着守住内心专一的属天力量，请在留言区大声打下主啊，我知道你必为我征战。也欢迎留下你的心得或代祷事项，让我们一起在神的真理中得着一辈子都不再动摇的生命保障。别忘了订阅并分享这集给身边正处在人生转折期，需要重新找回生命方向与定心丸的朋友。下集我们即将迎来约书亚记的最终大结局。在示罗与事件的大会上，约书亚面对全体百姓，喊出了贯穿整部圣经最震撼的终极选择：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这场最后的盟约到底会如何为这个征战时代画下最完美、最热血的句点？我们下集见。